大家好呀，这里是旭日梦。万众瞩目的普天之下终于要发售了。今天呢，我来带大家体验一下中华王朝最为核心且关键的机制——科举。公元1066年，大宋治平3年，虽说文化璀璨，像是苏轼与王安石等文学巨匠都共存于此世，但文化盛世之下呢，危机四伏。北方的大辽占据着燕云16州，地理位置上完全压制着大宋，打也打不过，只好每年送大量的银两、茶叶、绢布买和平。西北西夏同样打不过啊，同样是送钱送绢换取边境安宁。外患如此，帝国的精英士大夫们却是熟视无睹啊，他们分成了两派，在轰轰烈烈的吵爸爸去哪儿了。皇帝赵曙到底能不能认自己的亲爹？就这样，外敌环伺，内部呢却为了个亲爹的名分，极高度的内耗啊，野蛮且疯狂的消耗着大量的政治资源。我旭日梦今天就要穿越到大宋啊，愿请长缨以5官之身提一吕之师，为大宋攘除四夷，肃清八荒啊！再不济呢，也要守护一方安宁，定边护国。好了，进入捏人阶段啊。首先性别男性啊，因为女性没法科举当官。当然了，游戏规则里呢可以改成男性偏好，或者是性别规则反转。接着是年龄啊，懂的都懂，当然是按照自己的真实年龄捏了啊，16岁。取向选双性恋好的，万一这个官家有点什么断袖之癖、龙阳之好什么的，还可以通过这个勾引来升升官。毕竟啊，在一个大宋做武官，那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教育特质的话啊，来个天才军事家，这个比较便宜啊，之后可以上学再升到5级。性格特质的话，首先是节制啊，真要成了边疆大员啊，前线吃紧，我在后方紧吃，那不合适，得与将士一起有福同享啊，有难同当才对。第二个冷酷啊，老话说得好，慈不长兵。第三个古怪，要让敌人猜不透你的想法啊，才能够出奇制胜。毕竟我大宋啊，在正面战场上要打赢啊，还是有些困难的。其他特质呢，先拿一个写日记着啊，多练练字儿。毕竟这个大宋啊，以文治国，哪怕走武官之路，也要在文化上有所建树才行。再说了，对吧？练的一手好字儿，科举的时候呢，也能拿个减免分。再拿个中性啊，中不可言啊，大宋第一战了。最后呢，选一个儒家教育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啊。旭日梦堂堂登场。作为寒门出身的我，最多只能做到7品的贤能啊，做官的上限呢就只能到公国级。想要提升上限，官至1品大员，拯救大宋啊，那么就需要通过乡试、会试和殿试。现在啊，16岁可以先参加童子试啊，16岁呢怎么就不能算童子了啊？不出意外的通过了。接下来呢是乡试啊，附近不远的泽路节度使啊，毛大人刚好呢在上党组织了一场乡试啊，那就试一试好了，能不能考得过啊不要紧。早就听闻啊，这位毛大人手眼通天，这一次的乡试啊，估计会有不少的贵族大员聚会，我们呢可以看看能不能认识到一些这个攘夷派的主力。到了上党一打听，户部尚书、河南观察使、河东经略使，还有河中、河阳、刑名的节度使都参加了。至于乡绅和刺史，那更是不计其数啊。看了一圈，我能巴结到的只有这个江东的观察使王端王大人了。按说呢，是王大人也不会答应我的，但是看在我们都是这个尊王派的份上，就答应了。那攘夷的计划呢，可以先推一推啊。尊王有什么不好的啊？对，无论是这个攘夷还是尊王，那都是为国效力嘛。王大人想让我尊王，我就先尊一会儿王嘛。反正王大人眼看着都种中枯骨了，虽说这个马上1品，但是这个年纪怕是熬不过3审6部那帮老东西了。接着乡试进入了备考阶段啊，预估分数榜，哎呀，我怎么名列第一啊？哎呀，组织乡试的毛大人这未免太捧我了。备考期间呢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。河南观察使赵大人来问候了一下我。第2个选项，哎呦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我可以脱离王端王大人，成为这位河南观察使赵从会赵大人的门生。赵从会是攘夷派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赵大人，
让我做你的门生吧。那个王大人不，那个一党孽障王老贼不思进取，种种苦果，一心只为了自己的生活富足安宁，完全不顾国家大事无视西夏北辽的威胁真是该死！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快邀请我加入您的朋党吧！赵大人表示还需要考察一下，让我考完试再说，这也是考验我有没有政治潜力嘛，我懂。接下来是紧张刺激的考试环节提笔就写，洋洋洒洒一篇文章。我的观察室恩师赢得了诸位主考官的连连赞赏，最终我的成绩是86分，排第8名，通过了乡试，名次不算特别的靠前可能是因为我只写了个标题的原因。刚出考场没过几天，官家的任命就下来了，走马上任扬州。得亏是武职，那要是文职的话，现在还得排队等几年。扬州呢，地处西南边境，与越王国接壤，正儿八经的边境州怕是刮不出什么油水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同恩师多走动走动，看看能不能请恩师美言两句，调度到一个油水多些的地方。我恩师怎么死了？死于年迈。哎呀，恩师你死之前怎么也不想着拉我一把，加入攘夷派看了下时间这个恩师死的时候呢，我应该是正在走马上任扬州完全没听说。现在河南观察使的位置给了王端，这不是我刚认识2天就抛弃掉的第一任恩师吗？哎呀，坏了，这怎么办呀？中央唯一的靠山不仅倒了，而且还砸出了一个南非大峡谷既然如此，那就事件回收吧，来处理一下这个私人事务好了。就比如说家族，如果我徐家族能够成为一方豪族，自然就不需要依靠中央大员了，家族内部互相提携就能够权倾朝野，该多好。好了，妻妾都娶了，能不能多生孩子就看天命了。在扬州任职这一任就任了几年，终于让我找到了新的恩师了。陈许节度使杜宗相今年才51岁，已经5品潜能了未来可期。而且杜大人的陈许紧贴着皇城，那也算是天子脚下了，分量可比其他地方节度使众多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杜大人是攘夷派拜师之后，杜大人立刻邀请我加入了攘夷派，那我必将追随您恩师我加入。不过我可说好了，那可是忠诚的尊王派那都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才加入的，对吧？尊王派无论是理念还是动机，那都是我最认可的，我愿意加入攘夷派。不是，等等，我是给你说服了是吗？你怎么真的转投尊王派了呀？你还邀请我重回尊王派，你不行恩师，我还是继续留在攘夷派吧。哎呦，感觉又要换恩师了。就这么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皇帝终于举办会试了。我任职当官几年，攒的钱能用得上了。辞官科考，破釜沉舟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金榜题名，通过会试殿试。备考期，这里有位才高八斗的考生写了文章，偷寒了。这个叫严作的写小抄，偷。主考官卖试题，买。这个叫司仪的可以替考，顾。聊天的时候有个冷嘲热讽，请教。好了，正式开始考试。目前分数26，完全不在榜上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准备的很充分。第一轮偷看严作准备小抄，成功56分了。第2轮主考官虽然因为徇私舞弊被皇帝发现抓到牢里了，但是我钱都花了一样奏效。监狱办公这一块天狼判卷这一块，契约精神这一块。第3轮司仪替考，又成功连中小3元直接排到第3名了，进到殿试绝对没问题了。接着又谁的好消息孩子出生了，双喜临门。虚守义这个名字不太好，这个不像是能当官的，听着像是卖香料的，换一个吧。虚慎微，这个就很合适了做官呢一定要谨慎。接下来是殿试，天子注视着我。这里呢，皇帝要我论述经学，那我肯定不能冒险对吧？知道什么说什么就好，可不敢详细论述。毕竟我要论真才实学的话，是走不到这一步的。就这样，有惊无险，成功通过了会试与殿试，品行直升6品，马上就进入5品可以被任命为王国级头衔了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探遍长安花。闲时无书，一笔带过。殿试结束之后呢，我回扬州候了3年，官家的任命终于到了上任夫坊，现在我就是夫坊节度使徐仁梦了。在决议中继续选择接受新的任命，
因为我的品行啊，最高是可以接触到王国级的人民的，夫访呢不过是个小小跳板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向兵部请求国库资助，然后啊，不顾财政如何，直接扩充省份军队。因为武官的晋升速度呢，是取决于养多少兵的。正当我幻想下次晋升会接任哪个王国级头衔时，兵部尚书一封急信，要我速建旌旗。枢密院发动了第一次大宋开边啊，而且目标是北辽。哇，这么有武德吗？啊，那我就建旗发兵啊！啊，不是我刚集结军队啊，这个新的任命到了，新元经略使啊，王国级的任命啊，临危受命了也算。先打仗好了。部队刚刚开往前线，又是一份招命啊，我又调到了领西做经略使啊，那这个算升迁啊，领西的地位呢比新元高多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先继续打仗好了。仅仅2年时间，大辽就被大哭投降了啊！接下来呢，周围唯一有威胁啊，也不能说是唯一的威胁，只是唯一没有朝贡的，那就是西夏了。不过也是迟早的事儿，是时候正式从政，颠覆朝野，实现目的了。第一步，发起辩论啊，成为攘夷派朋党领袖。尚书大人踱步到厅间，宣布了辩论的开始。接着就是正式舌辩环节了。如果我当选了领袖啊，我将遵循孔子的理念。我的儒家教育特质啊，已经满级了。到了至圣贤人啊，我那就是孔丘在世，活孔丘，就这么一句，我看你们谁敢驳。虽然说这个最终啊，我没有辩过目前的政党领袖，但是依然是凭借高超的儒学理论赢得了辩论，成为了政党领袖。那么作为政党领袖要干什么呢？啊，首先呢，要拉拢其他朋党中的大员，加入攘夷派啊，稳固势力，一直作为天子宠幸的朋党，这样子时代就能逐步的推进到局势紧张。其他的先好好提升德行吧啊，等到了1品啊，摸到了这个3省6部的门槛，就能够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计划了。就这样呢，又过了几年，距离我参加乡试走上这条道路啊，直到现在成为了1品大员啊，已经过去30年了。现在呢，已经半只脚踏入了3省6部。等这些老邓一死啊，有了空位，哎，我立刻就能离开岭南边境，回到皇城，到了天子身边，真正的进入大宋的权力核心。可是啊，我是武官出身，就算进呢，也是枢密院和兵部。想要真正的控制大宋啊，那得是文官出身。所以辞官，哎，接着转向文官道路，用不了多久啊，官家就会重新返聘我回到高位了啊，甚至是3省6部。那么啊，那就到了选官的环节了。想要最大程度的控制大宋，那么成为刑部尚书啊，或是最好选择。所以对不起了，李尚书，开始谋杀。谋杀计划期间呢，先是重新被返聘到了贵州啊，这是一份伯爵级的任命啊。没过几天，又晋升到了关内路做经略使。接下来呢，应该就不会再有变动了。就这么的，又计划了好几年，终于时机成熟了。这个李尚书惨死街头，而新的尚书呢，是我。计划在正式实行之前呢，首先邀请一下其他朋党大员加入我们，先礼后兵嘛。就这么，从尊王派、进取派、守旧派和中立的官员中呢，我成功的邀请了20多位加入。再看局势，只进行了一半，距离局势紧张的时代还太远了。温良恭俭的推进，得推进到后年马月啊！刚好呢，我是刑部尚书，我严重怀疑啊，其他那些不愿意加入我们的官员是叛徒，是特务，是野心家、投降派，是绊脚石、墙头草、逆流邪风、变色龙。先抓起来再说吧，总有一项莫须有罪名能对得上。实在不行就谋反，我怀疑你密谋造反啊，总有貌似是合适的嘛。攘夷大业迫在眉睫，朝堂之上尽是蛀虫，抓人！就这样子一声令下啊，这个刑部加班加点抓了62位大人，上至观察使，下至乡绅刺史啊，有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啊，说自己就是谋反，自己就是叛徒、特务、野心家，这种就该杀。还有的不承认啊，死活认为自己没错，这种嘴硬的更是敌人中的顽强分子啊，更该杀了，甚至应该连坐着杀啊。总之一键处决，杀完之后再抓第二批。这个敌人呢是杀不光的，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多杀。就这样，
又杀了大概200多人啊。目前的朋党派别就是这样了，其他派别的力量一共是2000多啊，中立呢4000多，而攘夷派呢35000啊，真是欣慰啊！局势紧张的进度呢涨了1600啊，还差400，那再抓一点吧。又杀了40多个人，成功进入了新的时代。接下来让我们大步迈向开疆拓土吧，辞官重新选择武官之路，等待武官任命之后啊，就可以大展拳脚了。没过几天，收到了关内路的任命啊。同时，宋朝的第2次开篇开始了。这次的目标是西夏啊，那我也帮帮场子嘛，宣战夺取外围公国。我军呀，真是势如破竹啊，6个月就打赢了。接下来，高丽，早该打了啊，远征高丽，直接登陆开城。这次用了13个月啊，高丽也打了一顿。再然后日本，远征日本，继续开疆拓土。还有这个古格啊，还有这个嘎瑟尼，谁许你们吃这么大一片还不朝贡的啊？杀！首先是日本，16个月攻下了京都，日本皇室宣布投降。接着转进古格啊，古格即将投降的时候呢，官家紧急晋升我到了枢密院啊。这个官家呢确实是懂用人的，我早该当枢密使了，要我早点管枢密院啊，年年都开篇，现在早打到罗马了。废话不多说，组织第3次大宋开篇，继续开日本。我军从北面登陆，接着呢就是单边屠杀了啊，大和毫无还手之力。第3次开篇完美结束。最终呢，也没有出任何的意外，雨季云开，进入了开疆拓土的时代。都护府机制解锁，大宋可以设立都护府了。就这样，宋朝呢正式弃掉了重文轻武的帽子，北逐辽夏，东征日韩，西平诸藩，南定百越。从上党乡试的懵懂少年，到金殿面圣的极地进士；从扬州边陲的无名小官，到权倾朝野的刑部尚书；从朝堂之上翻云覆雨的政党领袖，到战场之上决胜千里的枢密使。这人间50年，背弃过恩师，舞弊过科考，屠杀过百官，双手沾满了鲜血，脚下踩着累累白骨。史书会如何记载我不知道，也不在乎，我只知道愿请长音以5官之身提一吕之事，为大宋让出4邑，肃清八荒。当初的誓言如今已成现实。最后呢，这里是西人梦，喜欢这一视频的话请务必3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